我想问你个事儿，今年你参加保研考试吗？应该会。哦，那你选的哪位导师啊？一个泰斗。泰斗啊？哪位泰斗？这就不告诉你了，还有事，先走了啊。哎，不是，子正，到底哪位泰斗啊？是不是李教授啊？你看见陆子正了吗？对，子正刚刚过去了。哦，怎么有事儿吗？我去找他，他说帮我搬家，我去找他去啊。哦，哎，对，是这么回事，他让我去找你来着啊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，原来是搬家呀。哦，不是准备出国吗？打算什么时候走啊？8月底吧。他怎么那么不靠谱啊？可能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吧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，要么我帮你搬去吧。哦，不用了，不麻烦你了。我去找找他啊！你看你，文叔，你跟我客气是不是？走吧。那谢谢。你出去。教授不让进大厅。抱歉，借过一下，谢谢。李教授，哟，子正，来，随便坐。教授，你好。哎，你怎么就空着两手来了？你的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呢？因为我想从前2年的选修课里已经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所以就不需要这些东西来证明自己的实力了，是吗？还是李教授了解我。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选修犯罪心理学？你将来打算是什么？因为我爸爸和爷爷都是警察，他们经常告诉我破案的故事。小时候我就奇怪，为什么总有案子破不完，人抓不完。长大后我就特别想了解那些作案人的心理，他们为什么要犯罪？从源头上找到解决、制止和减少犯罪的方法。拜李教授为导师一直是我的梦想，如果能够实现，我想在犯罪心理学上进行深入的研究，并想留校任教。那你今天来是想打探点什么消息啊？当然是保研的方法。你说这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一晃就是4年。啊，可不是嘛。我还记得当初咱们认识的时候，就这个箱子，你还抢着帮我拿来着，你记得吗？是啊，我想起来了。哎呀，我那段时间不是就想着能跟你凑近乎吗？也没别的招，就帮你拿个行李啊，搬个箱子什么的。我当时还以为你要偷我东西呢，吓我一跳。所以啊，你这一喊，好家伙，陆子正那个250冲上来就打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你们俩呀是青梅竹马。他呀就爱逞能，老想保护我。哦，这回你不是要留学吗？要去几年？3年。3年，时间不短啊。自从我跟陆子正认识以来，还没分开过那么长时间呢。反正异地恋是非常痛苦的，你得有心理准备啊。我认识好多对儿，最后啊都没坚持下来。上我选修课的学生当中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是我打分最高的学生，所以我对你的期望值很高。我期望着你能给我交一份什么样的毕业论文，是不是对得起我这个名额？这是我最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课题，这里边有具体的研究方向。
如果你的毕业论文还没有选题，你可以拿去看看，参考一下的。比起保研考试，我觉得毕业论文更能体现一个学生的真实实力。我一定不会辜负教授的期望。我相信。谢谢教授。其实我们俩嘴上还挺乐观的，其实心里还都挺害怕的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昨天陆子正突然跟我说，让我们把结婚证领了，你答应了？我差点就答应。什么叫差点啊？结婚毕竟是大事儿，怎么着也得经过我爸同意，对吧？如果我们俩偷偷的就把结婚证领了，让我爸知道了，肯定适得其反。你的意思，叔叔好像对陆子正印象一般？我爸对他印象挺好的。你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，我当然是希望毕业之后能留在江北市了。不过我知道，就像我这种一没关系二没背景的外地生，想留在江北这种大城市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怎么会呢？你太悲观了。对呀，我的确不能太悲观了，所以我做了个决定。什么决定啊？只告诉你一个人啊？我准备保研考试。真的啊？支持你。徐天意，陆子正说晚上请你喝咖啡，行啊，他请客我就去。他把搬家这事儿给忘了。这又不要紧事。你可来了，来晚了。不帮我搬家也就算了，你说好了请人家喝咖啡，你还迟到。真是抱歉，没有帮你搬家确实是我的错，但今天我也是在为咱俩的将来努力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一直问我毕业后的打算吗？我现在宣布，我打算考李伯清教授的研究生。我考虑一下，我一个本科生，毕业之后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什么成绩来让你爸爸认可我，而且我也觉得自己更适合学术研究和留校任教。李教授的名声不用我多说了，他是犯罪心理学的泰斗，在这个学术领域里，他可是首屈一指的。能当他的学生，怎么了？啊，我听说李教授的研究生特别难考的，而且他对论文的要求极高。今年好像只有1个报考名额。不正是因为难考，考上了才更能向他爸证明我的能力吗？我说我爸是为了让你更努力。你等我回来就行了。你是怕我考研失利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其实今天下午我是去找李教授，我已经向他表明了我想保研的意愿，他也很认同，还给我开了小灶。他暗示我保研的关键是毕业论文，他还给了我选题的参考方向。怎么了？他也要考李教授的研究生。我就是凑个热闹。哎，那李教授给你什么题呀？哎，哈哈，子正，你是干嘛呀？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文书，这点我能理解的。那你还打算和我竞争吗？不是，我开工没有回头箭了，我的申请早就递上去了。你担心什么呀？我肯定考不过你。反正现在都到这程度了，我也不打算复习了，干脆裸考就 OK 了。那你还是想考？子正，
哎呦，文叔啊，我忽然想起来，那个晚上我还去打工，这样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那你抓紧时间，好好准备论文啊。拜拜。哎，你这么说话不太好吧？没事的，兄弟间两肋插刀，放心，没事。对了，离提交论文的时间没剩多少了。本来我已经选好了论文题目，现在得从头来过了。你能帮我搜集一些资料吗？你曾经在法律援助中心实习过，应该有很多可以参考的案例。行，那你需要我准备什么？你看看，不要给徐清义看。知道了。两位一起是吧？嗯，是的。一共消费36。好，行，给你。真好啊！欢迎下次光临。好，行。慢走。哎，老师，那个我找一下李教授。哦，李教授在和出版社说事情，你下午再来。下午是吧？啊，行，谢谢您。李教授，您的论文还有多久才能完成？我们出版社等着帮您发表呢。哦，我已经完成了，但是我想再等等看。为什么呢，李教授？你也知道，今年是我最后一次当研究生，在我的心目当中已经有了人选，我对这个学生很期待，所以啊，把我的论文研究方向给了他，让他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。我期待着他能跟我有不一样的见解。我想看到他的毕业论文之后，我再发表我的论文。好吧。这些都是我从法律援助中心拿到的，你看看有没有能用得上的。都是一些关于弱势群体的案子。这些用不到，这个很有意思。徐清义跟我说，你们俩好长时间不联系了。大家都在忙着准备论文，没有联系是很正常的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，但是我也不想让你们俩关系搞得那么僵，毕竟都是4年的同学。我们的关系没有僵啊，这只是一些正常的竞争，没什么的。现在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最重要的是先成功保研，趁你出国前，我们把结婚证给领了。你怎么那么幼稚啊？你放心吧，我会回来的，不会不要你的。你能够帮我约一些这个案子里的当事人吗？当然啊。律师或者是调查刑警。嗯。那就先这样了，我晚一点再来找你。你干嘛去啊？还有些事。
哎，秦毅，哎，你也来啊？哦，那你走啊？嗯，是。啊，来查资料啊？对，无个自习嘛。总算是把论文的题目给定下来了。不过手头缺乏一些经典的案例和一些素材，所以过来看看。哦。这么多都是你帮他准备的？不过他好像没什么用，我再帮他找一些类似题目的论文吧。那要是不用的话，介不介意让我看看？哦，当然。谢谢啊。不好意思啊，都是因为我他才参加保研的。其实我谁都怪不上，非要怪的话，就怪李教授只有一个名额吧。这些个资料你不着急还我去吧？不着急。那行，那我先看一看。哎呀，小气鬼。啊？没事。李教授，有事儿吗？我徐庆义，我也报考了您的研究生，这是我的论文，我想给您看一下。关于论文的事情，咱改个时间再说。现在呢，我要去教务处，那边还有点事儿，好吧？就这样啊。行，明天啊，哎，那您慢走啊，教授。老师，呀，这是李教授的新书吧？对，刚印刷出来的。哎呀，你看这么沉，我来帮你拿。哎，没事，我帮你送进去给李教授。那谢谢你了。您忙您的吧。那我先去。没事。哎，子正，别锁门，别锁门。你怎么来了？教授的书印出来了，我就送过来。那我赶着回寝室。那怎么？你等我会儿。你自己来。那行，那我走时候帮你锁门，好吧？交给你了。好嘞，放心。哎呀，你干嘛呢？文书啊？哦，我刚才帮助教搬书。啊，陆子正呢？找子正啊？他刚才在李教授办公室呢，后来他就回寝室了。要不你上寝室找他去？这个不靠谱的，那我先去啊。小孙呐，你把这个给我送到报社去，给小王，但是一定要小王听我的电话，好的再发票。哎，我不在的时候，有谁来过我的办公室？应该没有吧？
只有陆主任在这里看论文啊，怎么了？哦，你先去忙吧，啊，我检查一份再说。忙呢？怎么样，有帮助吗？上回你给我这些资料当中，我摘了其中几个，然后其他的先还给你了。哦，好吧。文书啊，这次你帮了大忙了，谢谢你。没事儿，不客气。行，那你忙，我先走。拜拜。喂，子正，哎，我在图书馆呢。啊，我上次给你的那个资料里边有一份你好像落了，我觉得还挺有帮助的。题目是《当代社会弱势群体暴力犯罪的心理学研究》。文叔，就是这个。这份资料你从哪里拿来的？就在上次的那些资料里呀，你都没认真看，漏掉了吧？这对我太有用了。是不是？哟，是这样。好，谢教授。哎，好。喂，子正，你干嘛呢？我都看见了，我现在在小亭子上，你快过来吧。什么事儿啊，这么高兴？这一次啊，不管是学习基础、论文质量、教授评价，还是心理反应，都预示着李教授这次唯一的保研名额非我莫属。这么仔细？那是当然的啊，李教授连瞅我的眼神都不一样。再过些年，你就要叫我陆教授了。有心事？
我可没你想的这么乐观。出国这3年，学习上有压力，生活还那么艰苦，而且我还啥呀？还吞吞吐吐的，你爽快点行不？你猜？我猜，那就是语言不通，水土不服，举目无亲，对吧？举目无亲，贴点边儿。这才贴点边啊！那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说。我特别想你。我期待着他有跟我不一样的见解。这个观点很新颖，我看好以后我再约你。哦，真的？那谢谢您。行。那李教授，那我先走吧。请进。教授。你的论文我看了，我对你相当失望。失望？你的论文不是你的，无论是从论证方法，还是引用案例进行分析的手法，都有抄袭的嫌疑。看了前几章以后，我以为只是巧合，但是我全面看完之后，我得出2个结论：要么你路子正，是我肚子里的蛔虫，我怎么想的你全知道。要么就是你偷袭了我未发表的文章。我确实参考了一篇从其他地方找来的论文，可我不知道那就是你的论文啊。因为我觉得那里的论点新颖，论据充分，分析的内容也相似，所以我就参考了那里的论据，但是论点是不同的。行不行？你不用解释，你出去吧，我还有其他工作。教授，我绝对不会让一个小偷做我的研究生。小偷？我不是小偷啊，教授，不是我，真的我。算了算了，你也不用解释了啊！你究竟偷没偷我的论文？我也没有证据，我也不想追究，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，如果一个学生要想讨好教授而放弃自己的见解和观点，无论他有多优秀，我都不会让他成为我的研究生，尤其是最后一个。作为毕业论文，你通过了。如果你还想继续考研，你就另找导师吧，现在还来得及。至于今天论文的事情，我不会跟其他人说，就算我给你个面子。出去吧。出去！这篇论文你到底是从哪里拿来的？我也忘了。
应该是从法律救助小组办公室找到的吧？怎么啦？你少骗我了，是不是你从李教授那偷来的？这是他未发表的论文。我偷？这是李教授的论文，我不知道啊。你明明知道，却故意不告诉我，就是想让李教授觉得我是抄袭是吗？我干嘛故意要害你啊？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被保研啊。那为什么最后保研成功的人是徐新义？我不知道。徐清义用了和我几乎同样的论文，但是他另辟蹊径，找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见解和观点。相比之下，我的论文就像是拙劣的抄袭。你肯定给他看过这篇论文，并且告诉了他这是李教授的论文。我没有告诉他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准备什么。我亲眼看见你在图书馆里给了他这些论文的。那些论文都是你不要的呀。再说了，我为什么要帮助他来害你呢？因为你根本就不想和我结婚。其实你和你父亲一样，根本就看不起我，只觉得我是个富家子弟，好吃懒做。如果你觉得我不适合你，你可以直接告诉我，何必用这种方式来折磨我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是怎么样一个人你不了解是吗？你太过分了，陆子正。我正好在隔壁，然后看见你在这儿。我知道你们吵架了，都怪我。跟你没关系。其实这件事情哈，也不能全怪子正，因为他一直都是那个脾气。这次保研失败，对他的打击特别的大，所以才闹成这个样子。他肯定是太怕你会对他失望，所以才……他这样我更失望。失败并不要紧，对吧？谁都不可能有一帆风顺的时候。可是遇到问题得解决啊，还不能把问题推卸到别人身上。文书，只要你开口，我可以去找李教授谈，我让他把名额让给子正，没关系。李教授不可能再接受他了。李教授认为是陆子正偷了他的论文。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。陆子正就是这样，遇到问题不解决，就爱闹情绪。这几天我去见李教授的时候，就不能提他的名字，
教授只要一听到陆子正这3个字，就又摇头啊，又叹气的。你说的对，他们一定有什么误会。不如这样吧，我哪天约约教授，跟他好好的解释解释，好吧？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也不可能挽回了，就等陆子正冷静下来以后，我再找他好好谈谈吧。文叔，我真希望能帮你做点什么，可是我做不了。文叔，你马上就要出国了，你这种情绪，我会担心你的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无论你是不是在国外，或者在其他什么地方，我都可以为你做一切事。真的。你去哪儿？文叔，我得接个电话，你稍微等我一下，好吧？你先别走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喂，李教授啊，是我，哎，对我啊，方便，有时间啊，您说。文叔，你别走。哎，你听我说，你听。是不是看见什么了？是你偷了李教授的论文。这没凭没据的话，你不能瞎说。我都在你电脑里看见了。那你误会了。电脑里那文件是李教授自己拷给我看的。那你现在就给李教授打电话证实。我那天亲眼看见你从李教授的办公室里走出来，手里还拿着一个 U 盘。是你把李教授的论文夹在那些资料里还给我，是你利用我，
害陆子正，目的就是为了你自己能保上颜。文叔，这件事情别告诉其他人，行吗？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拿走我自己应得的。陆子正那条咸鱼已经翻不了身了，他没希望了。我说，你也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我保证我不离开你，我会比他更爱你。你太可怕了！你别狡辩了，你自己明明做了坏事，你还怨天尤人。我现在就去告诉李教授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造成这一切的人其实是你。就算骗过所有人，怎能躲得过苍天拷问？给生命一次勇敢的牺牲，唤醒心里最初的纯真。就算这世界你总难分，这黑暗终会被战胜，这黑暗终会被战胜。